好，我是云飞，咱一直都是佳能的老用户，从6D 到 RP 再到 R6，一直用佳能给大家拍摄视频。去年换了 R6，录了 R5，这一直没给大家好好聊聊。然后用到现在，我觉得这依然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子，而且现在来说价格也不错。如果你要整自媒体或者拍摄视频干活，依然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是老产品，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测评了。咱就只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用它的感受，好的点和不好的点。这1年的时间里面用 R5的真实体验，我的理念其实一直很简单，干活嘛，实用优先，只选择符合自己现在需求的设备，不追求无用冗余，性价比必须得高。从去年来看，虽然 R5已经不是新机，但它刚好满足我的重点需求。首先一个点就是它的价格，其实当时 R5 刚发售，我是有犹豫要不要直接换的，但当时是需要加价的，所以还是选择了便宜1万多的 R5。但现在正值官方10周年大促预热期间，这款佳能 R5 也入选了100亿补贴爆款清单。平台联合品牌方特别放出了一批全新正品的佳能 R5 库存，做限时3折分享活动，我就试了一下，没想到真的中了，直接5500多，包邮到家，这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买要16789，现在3折就能抢，这种好事当然不能独享。我这边申请到了1000台内部优先抢名额，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库存实时更新，只要链接还在就是能抢，抢完可就下线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拼手速吧！从我这边的链接进去，还有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折上折，简直白给，还不快冲！我的上一台相机是 R6， 用了好久，用的也很舒服，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拍摄 4K 60帧，它会过热，基本上只有25分钟的时间。这对于我当时来说还行，但后续拍摄的内容越来越多，就还是有点忍受不了了，所以还是决定换了。那么我的硬件需求是要有机身防抖 ，4K 60不过热，颜色 OK。当时纠结 R5 和 R5C，R5C 是小电影机，规格更狠，有电影菜单，但完全没有防抖。R5只是更小巧，照片和视频兼顾且有防抖。因为我有部分素材它需要手持拍摄，还得兼顾照片，防抖就是刚需，所以我还是选择了 R5。刚上市的时候 ，R5 最大的问题就是过热，尤其是录制8K、4K 高帧，非常纠结。但通过这几年一系列的固件更新，现在拍摄 4K 60已经非常稳定，棚内棚外它都扛得住，创作就再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温度中断。这次的换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满心期待换到 R5。觉得肯定就是全面的升级，还有4500万像素的全画幅传感器，支持8K 30帧、4K 最高120P， 还有 CFB 卡加 SD 卡双卡槽。5轴防抖、超高 EVF 分辨率等等等等，纸面上看起来完全碾压 R6 的2100万像素和 4K 60，但真正用过之后才发现。R5 的全画幅 4K 60的锐度居然不如 R6，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设置的问题，后面查了资料才明白 ，R6 在全画幅 4K 60P 下用了超采样，把 6K 的数据压缩成 4K 输出，所以画面非常锐。但 R5 在全画幅 4K 60下采用的是横跳读取，并没有经过完整的超采样，细节自然就会弱一点。只有在 APS-C 画幅，也就是 1.6 倍裁切模式下。R5 才会用 5.1K 超采样得到更锐的 4K 60P， 虽然这个发现让我当时是闷了很久啊，但再对比 R6 那边的 4K 60，一开机就开始倒计时，倒完就只能拍摄 4K 30或者 1080P 60，这种不稳定对于我长期拍摄来说是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还是接受了锐度稍微差一点的事实，稳定性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大佬们整理好的对比图，这个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他们的超采样区别了。而另一个让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 C-Log 的一个差异。虽然我正常视频都是采用直出调色，但这方面有需要的肯定是大有人在，还是浅浅的提一下。R5是支持 C-Log 和 C-Log 3，而 R6在初期固件里面是只有 C-Log， 后面固件才加上了 C-Log 3。实际体验下来 ，Log 曲线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搭配 Log 3，可以在高光和暗部保留更多细节，后期的调色空间它就大得多。而 R6虽然后来也支持了 C-Log 3，但受限于传感器、动态范围和码率，后期调色的余量还是比 R5 少一点。如果你是习惯用 Log 拍摄并在后期做色彩管理的人，R5会给你更多的安全感。而如果你主要是直出或者轻度调色，那 R6其实也够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佳能的这个色彩直出了。对于我这种更新频率比较高的 UP 来说，棚内的拍摄我基本上都是直接直出。一方面是效率高，另一方面是佳能的这个色彩管理，在我个人的体验里面确实比索尼更讨喜。就拿同样的灯光、同样的参数，我们用 R5和索尼的FS3拍摄一段直出的画面对比。
差别是很直观的。佳能出来的这个肤色和整体的这个色调就更接近我最终想要的这个效果，而索尼虽然好，但还是会多一个后期微调的步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可能早就投奔索尼了。毕竟人家的这个镜头群现在是真的香，很多直播的大佬也是为此选择的佳能，可见这个色彩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在实际的使用中，R5的固件更新之后，4K 60P 是解决了早期过热的问题，这对于我这种长时间拍摄来说非常的关键。而至于卡，我用的是 SSD 加卡套自制的 CFB 卡，512G 的成本它只要400出头，读写是800兆左右，这比直接买成品卡来说便宜大截，这对于想要压缩预算的朋友来说非常友好。但个人建议还是买成品卡啊，那个可能会更稳一点。而另一个是拍照方面，最大的需求就是拍摄封面图片。近2年我出去玩都直接使用手机了，带相机的这个次数是越来越少。那么只剩下我的封面，R5、R6其实没什么区别，都很好，这块其实没啥好讲的，就肯定是够的。当然，如果是拍摄正经的照片来说，R5的像素量肯定是比R6要强很多的。我这台机子它是2手的，但到手它还是很新的，但依然会遇到佳能的一些老毛病，就比如说遇到这个报错，这个我们拔电池就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了啊。在镜头方面，我没啥偏执的追求，而且现在佳能 RF 卡口还没有第三方，我个人还是比较想吃上国产镜头的。现在嘛，一切为了出片，重量、手感它都不是问题。焦段配齐之后，我主要还是使用老的 EF 镜头，转接下来画质依然稳定。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目前我的这些镜头：适马的12-24，适马的35 ART 1.4。佳能的24105，佳能的50-1.8，微卓士的 RF85 1.8，名将的 RF100V， 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的镜头都很一般，但焦段它都是足的。最主要使用的是这几个定焦35、50、100V，是不是都不算贵，都是很便宜的老镜头，有好几个都是大学用到现在的，就还是挺香的。就仅仅是需要套一个转接环，重量可能会重一些，咱就是这么务实。而讲完我自己使用R5的这些小的感受，你应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它。尽管已经是5年前的相机了，但依然还是很不错的一台机子。面对现在的创作环境是不过时的，就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实在的。总而言之，现在的R5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台不会被过热限制创作，视频拍摄规格丰富，照片细节强，成本可控，老镜头兼容友好的全能机。这就是我这次的小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从我的角度来讲，为啥选择了R5？它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中有哪些不错的点？大家用户们可以多补充留言，这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视频更加的完善。有啥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看了都会尽量的解答。最后，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试的产品，也欢迎大家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视频再见。